台湾与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别再陷入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文宣那些试图欺骗台湾人的假议题了。必须了解的10个两岸问题，举例如台湾地位未定、一边一国、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一国两区、叛逃省份、台湾建国、著名自决、两个中国、中华邦联、一国两府、一国两制。你听过这些词汇吗？它们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及影响是什么？根据大家都学过的历史知识，日本在2次战败后将台湾及澎湖交给中华民国。然而在签署正式的合约确认主权移交之前，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就被中共打败逃难到台湾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则退守台湾，坚持中华民国为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不合法的伪政权。两岸政府都坚持自己才是正统合法的中国代表。在外交舞台上，在1971年以前，在联合国合法代表中国的是台北政府，其后遭到北京政府取代。虽然外交战争风水轮流转，然而两个政府在海峡两岸有效实施统治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形成了两部宪法下的两个政府都说自己可以代表中国的神奇现象。而为了解决此种现象，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则有许多不同的主张。本文的主旨便是将两岸论述相关主张加以整理并比较。两岸现状论述 vs 两岸问题解决方案。两岸问题一词应区分为两岸现状论述与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论述两层面理解。前者是论述两岸关系当前局面的问题，后者则是为解决两岸问题所提出的方案。如果我们把台湾当成一块台湾人跟中国人在争夺的土地，两岸现状论述就是这块的现在到底是谁在用、怎么用的主张，而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论述则是为了让双方不要再继续吵下去所提出之解决争议的办法。两者之间虽经常有关联，例如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者经常主张以台湾独立建国之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但此并无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只是我们很难想象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者会几乎以一国两制解决两岸问题。因此探讨两岸问题解决方案，必须先确立对于两岸现状所采立场，方能对症下药。两岸现状论述虽然十分繁杂，但将其论述路线加以归纳后，主要可以分成3种模式：台湾主权未定论、两岸为各自独立的国家、两岸为分裂中的中国。3种模式：台湾主权未定论，完全反对台湾属于中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两岸为各自独立的国家，认为台湾或许属于中华民国，或许台湾自己就是国家，但是不论是何者，中华民国或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因此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为分裂中的中国，两岸现况系分裂为互不隶属的台北 ROC 政府与北京 PRC 政府。台湾虽由 PRC 政府管辖，但是法理上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主权未定论，台湾主权未定论则主张台湾在2战后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起即进入主权未定状态，认为根据相关国际条约，台湾与澎湖是同盟国委托中华民国政府代管的前日本领土，其主权归属未定，据此反对中华民国具备治理台湾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以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为由并吞台湾。9·2共识，两岸为各自独立的国家，两岸为分裂中的中国，则在解严后李登辉总统执政时起不断交替出现在我国政府两岸政策论述之中，导致两者论述较为复杂且难以区分，因此需透过时间排序说明。1992年，两岸开始就未来两岸文书验证及挂号函件是以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然而两岸谈判无法回避一个中国问题，未顺利推动两岸协商，最终达成。两岸在共同追求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有所不同，在事务性的会谈将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含义，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此一共识最终简化为一中各表，系为了确保事务性协商顺畅不受一个中国的含义此一难题困扰而提出。然而台湾各界对于九二共识仍存有诸多疑虑，认为九二共识只剩下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各自表述的空间因大陆国台办表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不应曲解成以各自表述的之方式塞进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主义，导致各自表述的运用空间极为狭小。且该词为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在2000年所提出，1992年当时并无九二共识一词，导致各界对于1992年究竟有无共识、九二共识的合法性存有诸多疑虑。但由于两岸事务性协商谈判已经逐渐进入尾声，两岸未来政治地位谈判势必须触碰一个中国、一中一台等问题，因此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将逐渐消退。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本于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有所不同。在1993年11月 APEC 西雅图高峰会后，为回应江泽民宣称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省，当时我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财政部长江炳坤则以阶段性的两个中国回应表示，在两岸虽积极追求统一，但现阶段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为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此时李政府的两岸现状论述似乎属于两岸为各自独立的国家的两个中国论述。到了1994年，陆委会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黄坤辉时任主席，其中提及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在国际上与中共竞争中国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但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不等于中国。在中国尚未达成最后的统一以前，两者既处于分治局面，理应各自有平行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双方既不属于国与国间的关系，也有别于一般单纯的国内事务。为使两岸关系朝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中华民国政府务实地提出政治实体的概念，作为两岸互动的基础。所谓政治实体一词，其含义相当广泛，可以指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或一个政治组织。现阶段两岸的互动，唯有暂时搁置主权争议的问题，才能解开40余年的结，顺利朝统一的方向发展。此种论述将两岸现状锁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并使用政治实体此一意涵模糊的字眼解释 ROC 与 PRC 分治现况，因此性质属于两岸为分裂中的中国的论述方式。日后台湾以独立关税领域、捕鱼实体等名义参加国际组织，马总统的一国两区论述均与此处所设计的概念十分类似。两国论，一边一国在李登辉总统主政后期与陈水扁总统主政时期，两岸现状论述则明显转为两岸为各自独立的国家，其中包括李前总统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以及陈前总统的一边一国论。李前总统在1999年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此论述意味着两岸为彼此之间有争议的主权独立国家，因此又被简称为两国论。显然回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两个中国论述方式。陈前总统则更为激进地提出，台湾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能被欺负、被矮化、被边缘化及地方化。台湾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省。台湾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澳门，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言之，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中国说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就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可能接受。台湾的未来，台湾的现状是否要改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个人可以替我们决定，只有2300万伟大的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对台湾的前途、台湾的命运和现状来做决定。
而有需要的时候要如何决定，就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也是大家共同的理念。公民投票，简言之，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仍不脱 ROC vs PRC 的一个中国之争，基本架构仍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一边一国论则走得更远，除了重视台湾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性而认为台湾本身就是国家，更透过忽视中华民国名义来隐含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一国两区马英九总统上台后则主张两岸现况为一国两区，主张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华民国可以被分为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中华民国虽拥有这两个区域的主权，但是治权只基于自由地区，也就是台湾。换言之，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中华民国则拥有全中国的主权，但基于分裂的现实，治权仅基于台湾地区。在此脉络下，两岸论述再度回到两岸为分裂中的中国，透过将台湾置入以中华民国为代表的中国框架下，主张两岸现况是由 ROC 与 PRC 分别治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两个平等政权。叛逃省份中国则长期将台湾视为叛逃的一省，换言之，台湾系不愿服从中共中央政府治理的一省。因此，中共的一贯立场虽然声称将提供台湾人合情合理的安排，但不论如何安排，均系要求台湾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讨论两岸问题解决方案，前提是认同两岸现状存在问题。换言之，如果认为两岸现状 ROC 与 PRC 政府同时存在并无争议，则两岸问题并无解决必要。然而，台湾政府无法有效参与国际社会活动，中国政府则处心积虑将台湾并入其版图之中，因此两岸现状仍然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将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虽然十分多元，但是可归纳为三种模式：台湾独立，形式上统一为中国，实质上各自保持独立，实质上统一为一个中国。在检验两岸问题解决方案时，国际法可提供判断标准为独立性原则。根据1931年常设国际法院 Anzilati 法官在奥德关税同盟案咨询意见中所提出的见解，国家的主权必须透过独立于其他国家的主权来彰显。换句话说，独立国家此概念系指该政治团体在法律上及事实上不从属其他国家。此观念在1934年被纳入大家都熟悉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该公约第1条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人应具备以下的资格：固定的人口、一定界限的领土、有效统治的政府、与他国交往的能力。换句话说，透过检验这4个要件，分析某一政治团体是否具备不从属其他国家的事实，以判断该政治团体是不是国家。该团体必须具备可以与其他国家区隔的人口及领土，如此方能成立有效独立的统治。该团体的政府必须对内有效独立运作，对外则能独立与其他国家交往而无需其他国家同意。举例来说，香港及美国50州虽然都有固定的人口及一定界限的领土，但香港政府只能在基本法授权的范围内自行做成决策，其余事务必须配合北京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只能就不属于联邦政府权限之事务自行决策，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之事务则必须遵守联邦政府的决定。在香港基本法及美国联邦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香港及美国各州才可以与其他国家交往。相反的，大英国辖下英国并无权威要求加拿大、澳洲、纽西兰遵守西敏寺的决策。大英国协成员国彼此间系平行的协调关系，而并非北京与香港、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的上对下关系。且大英国协成员国可以独立与他国交往而无需获得英国同意。因此，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仍是独立国家，但是香港、美国50州不是独立国家。因此，检验两岸问题解决方案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检测该方案提供台湾多高的独立性。相关的判断指标则是观察该方案是否能让台湾独立与他国交往，
与他国交往的条件或限度、台湾政府管辖事务权限范围以及是否会受到北京政府干预等等。越高的独立性，越能保障台湾人争取来民主自由社会成果，但也必须务实地考量各种方案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台湾独立路线，台湾独立此一主张十分容易理解，倡议台湾主权未定论之人及经常呼吁台人应举行著名自决公投。换言之，台湾的前途究竟是加入中国或是选择独立建国，应由台湾人公投决定，其法理基础系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2项人民自决原则。一边一国论的主张则倾向认为台湾已经独立，因此无需再透过任何程序安排台湾前途。反之，使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应与现状不符，才需要台湾人民同意。在此二者脉络下，两岸问题最终会因 PRC 对台湾无从主张权利使得台湾从中国中独立出去的方式解决。也因此中国坚持反对台湾独立，甚至制定反分裂法，授权政府以军事力量遏制台独行为。两个中国路线，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虽认为中华民国已经独立存在，但是由于李登辉总统并没有提出此种特殊关系是否需要解决，该如何解决，因此可以说并未实质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也可以说透过确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合法有效存在来解决两岸问题。总而言之，主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存在的主张即是两个中国，此与客观事实相符，但因不符合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因此没有成功。目前国际现况也没有国家同时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国路线，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一国两区，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坚守中华民国合法代表中国而将对岸视为事实上存在的政权，因此也无法实际解决两岸问题。两者的共通点在于透过搁置争议来解决两岸事务性协商困难，本质上仅属于过渡性安排。事实上，相较于大陆明确表示以一国两制解决两岸问题，台湾官方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再也没有正式提出以统一中国为架构的具体两岸问题解决方案。在统一中国路线下，除对岸提出的一国两制外，也有连战提出的邦联制、蓝绿学者共同提出的大一中架构，以及尚未受到重视的一国两府。需注意的是，统一中国路线不能与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画上等号。事实上，除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外，台湾政治人物提出的统一中国路线均是尝试透过创造更抽象的中国意识形态，以设法纳入实质上独立的台湾与中国大陆。实质统一台湾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用来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以香港及澳门回归作为实验场，并至今持续坚持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其内涵展现于1981年的叶9条，其中提及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与同其他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然而，香港的潜力早已为一国两制敲响了丧钟。中共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写道，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换言之，一国两制下政不给的权力，香港不能要。因此，以一国两制解决两岸问题，系以牺牲台湾民主自由之风险作为代价。形式上统一两岸，但实质维持台湾独立的邦联制，邦联制与大一中架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邦联系国家间所成立的国际法人，其成员国虽参与邦联，但不会失去主权国家地位，成员国间地位平等，
期间关系则根据成立邦联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安排。邦联对于成员国的影响力及权力，是根据法律文件授权给邦联的权利来决定。邦联与联邦不同，成立邦联的基础文件为条约，成立联邦的基础文件则为宪法。前者为国际法，暗示着邦联成员地位平等；后者则为国内法，暗示着联邦各州不再具有国际地位，且各州间虽然平等，但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限内，州政府必须遵守联邦政府的规定。独立国家国协可作为邦联的例子，美国则为联邦的事例。联战曾主张，透过邦联制可维持两岸迈向统一的方向，又可保留两岸在各自体制下合作发展的空间，并维系两岸关系的对等和民主。大一中架构则主张两岸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视觉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并且主张双方均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而此中国的意涵为何？不完整的国际法人究竟又是如何？倡议之学者则并未提供明确答案，只称两岸可透过对话产生。由于大一中架构系透过中国这个房子来实现成员间之平等，因此本质上接近形塑共同意识形态来追求痛中求异的邦联制。然而也因为邦联制暗示着成员国间的平等，透过将台湾摆在中国的名字下规避中国政府的管制，因此中国政府曾明确反对邦联制。空前绝后的一国两府构想，一国两府，此一构想则较为接近没有联邦政府的联邦制。换言之，台湾虽然与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但是中国此一国家下有两个依照各自独立运作的中央政府。此概念除展现在马英九总统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区对区主张之中，也可以在习近平的演说中观察到端倪。对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然而由于一国二府在国际法上并无前例可循，且中国政府长期将台湾矮化为地方政府，因此两岸似乎欠缺以一国两府解决两岸问题的信赖基础。结论：两岸问题在我国长期沦为政客的口号，原因在于政客们喜爱透过操作两岸现状论述赢得选民支持，但甚少具体提出实质两岸问题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从前文观察到，虽然特定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必须基于特定的两岸现状论述，但是两岸现状论述未必能推出特定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台湾人彼此间应尽量透过对话并思考各种因素，寻找出具有共识且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而笔者认为，在不同的方案中寻找确保台湾永续经营自由民主的社会，则是解决两岸问题背后的真正的课题。